胡春华，这位一度被遗忘的共产党储君，最近几个月在官方场合频频刷存在。今年4月，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率团访问西非3国。5月，他出现在越南驻华大使馆，代表中方吊唁越南前国家主席陈德良。8月，他跟着习近平去了西藏拉萨，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这一连串微妙动作让很多人兴奋。有人说共青团派势力卷土重来啦。在简中圈里，他那位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领导胡锦涛正在幕后运筹，貌似一场宫廷政变般的席下胡上大戏即将上演。习近平就要被拉下马，团派重新掌权，胡春华马上就能君临天下。然而，现实真会如此浪漫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循着时间线层层剖析胡春华的传奇仕途起伏。从寒门学子到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他的人生就是拿到了大男主的剧本，却又在权力易代的瞬间戛然而止。所以，如今他重新走到台前，真的还有可能东山再起，议员接班之梦吗？同志们好，今天是党第22次全国代表大会。这老登咋还在这儿？来人，把这老登带下去吃药。你们是谁啊？我是总书记，你们敢架我？您是前任总书记，你也得理解我们。从20大以后，我们多了一个传统，就是把前任总书记架出去吃药。什么前任？我就是总书记，我要干到150岁的。这老登还是有病，快听总书记的话，给他拉走吧。放开我，我没病，我不是胡锦涛，我是习总书记。还总书记呢？我才是总书记，真是病得不轻，快给他拉走。胡春华，放开我，我才是总书记。哇，这也太刺激了，没白在下面听这么多天床。回去就让下面人做节目，胡春华绑架习近平，胡上习下。狗剩，你挖地道为啥不给下面装空调？热死我了。胡春华的人生是个天崩开局。1963年，他出生于湖北五峰一个偏远山村的贫寒农家，在兄弟姐妹6人中排行老4。父亲王明俊，母亲胡长梅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里农民。胡春华原本跟着老爹姓王，但11岁时大姐因病早逝。父亲这个暖男为安慰悲痛欲绝的妻子，决定让排行老4的儿子改随母姓，从此才有了胡春华这个名字。不过家境清苦的他自小勤奋好学，初中离家8里路，高中13里路，他都要每天徒步往返，脚板上磨出铜钱厚的老茧，穿烂的草鞋摞了一大堆，中午只能啃红薯充饥。1979年，16岁的胡春华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五峰历史上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在那个时代，大学生可谓是天之骄子，而考上北大的大学生更无疑是全村的传奇。然而北大高手如云，这个来自鄂西山沟的少年刚入校时并不显眼，他个头不高，又比同级同学小2-3岁，学长们一个个人生阅历丰富，而16岁的胡春华则青涩内向。尽管如此，他很快凭努力缩小了差距。大学期间，胡春华担任过北大中文系团总支副书记，也被评为过3好学生。胡春华在北大还结识了一位重量级校友，比他高2级的法律系才子，之后的中国总理李克强。然而当时让胡春华名声大噪的并非这些光环，而是临毕业时那个大胆的抉择。他主动报名赴西藏工作。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空气稀薄，条件艰苦。1983年北大应届毕业生中没有人愿去，唯独胡春华一人响应号召。这个决定立刻引起官方关注，共青团中央将年仅20岁的胡春华树立为当代优秀毕业生典型，登上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成为宣传明星。他还被邀请4处巡回演讲，一时间风光无限。北大校园里，从人民日报头版到校报报道被张贴在橱窗，向胡春华同学学习的标语随处可见，人人传颂他的事迹。一个出身寒门却致富边疆的高材生，瞬间被包装成时代楷模。当然，胡春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肩负时代使命的高调说辞，并没有宣传中的伟大。他的真实动机大概率很单纯，因为当时北大毕业分配政策是哪儿来哪儿去，胡春华不愿回湖北家乡，又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想早点挣钱。而当时援藏不仅能规避回乡，还享有立即入党、工资翻倍、每年3个月探亲假、干满8年可调回内地等种种优待。对于家境不咋地、从小吃苦惯了的胡春华，西藏的苦不算啥，还能多挣点来补贴家用，仕途还可期，也算是一举恩德。领导看到好不容易有个北大毕业的天之骄子愿意去苦不拉几的西藏，赶快抓住树了典型。于是在一场主旋律式的包装下，
胡春华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家喻户晓的青年榜样。他不知道的是，他去西藏这个决定还隐藏着更大的机遇在前方。1983年毕业后，20岁的胡春华踏上雪域高原。他从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的干事做起，一步步升任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此后又历任林芝地委书记、山南地委书记。1988年底，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受命入藏主政，而彼时25岁的胡春华正担任团西藏区委副书记。这次上下级共事的机会，让胡春华结识了日后提携自己的大贵人。从1988年到1992年，在胡锦涛主政西藏期间，胡春华直接在他麾下工作，师徒之谊由此展开。凭借西藏的力量和共青团系统资历，胡春华在2000年初步入仕途快车道。1997年，他调回北京，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跻身副部级，进入团中央领导班子。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正是后来担任总理的李克强，两人在共青团总部有过1年的上下级共事。作为师兄的李克强当年已是政坛新星，即将赴地方主政，而师弟胡春华刚进京履新，正好从李克强手中接过团中央的部分工作。这场短暂的交汇仿佛前浪与后浪的交接，北大才子李克强将团中央的大旗逐渐交到了另一位北大才子胡春华手中。巧的是，那时江泽民、朱镕基推行了干部年轻化的方针，所以胡锦涛就顺势将胡春华推向更高的位置。当时胡春华年仅34岁便成为了副部高官，前途那叫光明一片。2001年，38岁的胡春华再赴西藏，这次他跻身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先后担任自治区党委秘书长、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党委副书记，成为西藏党政一线的大员。5年后的2006年底，胡春华奉调回京，接替比他年长1岁的周强，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晋升正部级，时年43岁。当时团中央历来是团派领袖的摇篮，胡锦涛、李克强都是通过这条线上来的，他是直通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要津。胡春华执掌全国共青团后，被视为胡锦涛的左膀右臂，团派太子的称号由此不胫而走。不过胡春华并未在京城久留，他很快被下放地方高位历练，来丰富执政经验，完善履历版图。2008年，他出任河北省代省长，不到45岁的他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长。2009年，又转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跻身正部级封疆大吏。刚到河北履新的胡春华，倒霉催的遇到了3鹿奶粉事件。作为代省长，胡春华临危受命，出任3鹿奶粉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长，整个处理结果也算是给了人民一个交代。之后，胡春华主政内蒙古。2011年，锡林郭勒盟发生了一起蒙古族牧民抗议矿起的大规模事件。一位牧民莫日根为阻止运煤卡车碾压草场，被矿企司机当场压死，引燃了当地牧民的怒火。短短2周内，抗议从事发地西乌珠穆沁旗蔓延至锡林浩特市。5月25日当天，约2000名蒙古族学生和牧民走上街头示威，成为当地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春华，一方面果断调集武警进驻锡林郭勒盟，封锁交通，紧闭校园，将局面控制在最小范围；另一方面，火速飞赴锡林郭勒一线安抚民心，在西乌旗高中礼堂与学生代表当面对话，承诺严惩凶手，明确表示绝不为了矿产开发去损害群众利益。他责成司法机关迅速办案。仅1个月后，肇事司机即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伙被判无期徒刑。司法的雷霆行动平息了众怒。这场小型维稳风暴展示了胡春华处理棘手局面的强硬与灵活，为他赢得了胡大胆的名号。胡春华跑遍了西藏、河北、内蒙这3大版图，这些从政经历为他更上一层楼做好了铺垫。那时胡锦涛对这位得意门生可谓寄予厚望。早在2007年中共17大上，44岁的胡春华就当选中央委员。当时党内很多人相信，胡锦涛已经将胡春华视作隔代指定的接班人。2007年，胡锦涛本想让团派旗手李克强接班自己，出任总书记，但在高层权衡下，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后来居上，挤掉了李克强成为接班人，这让团派的权力版图首次出现缺损。尽管如此，胡锦涛并未放弃为自己一系布局未来。他在18大前的考虑是，即使李克强无缘大位，也要让胡春华这样更年轻的门生进入最高层，为10年后预做准备。路透社当年报道，胡锦涛有意在2012年中共18大前夕推胡春华跻身政治局常委，或至少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但这一提议遭到党内元老和习近平等新势力的抵制，认为他资历尚浅，时机未到。49岁的胡春华在通往7人常委的门口止步，按过往惯例，被视为接班者会直升常委。这一偏离轨迹的信号对胡春华极为不利，
可故事并没有走到绝路，他仍在18大入选中央政治局，还有翻盘的筹码。尽管与最高权力失之交臂，胡春华仍是18大最耀眼的新星之一。他与另一位同龄政治局新成员孙政才一道，成为党内最年轻的2位60后政治局委员。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这2人正是着力培养的未来第6代接班人，目标指向10年后的2022年。当年胡春华才49岁，将来还有足够时间晋升常委，在习近平卸任时接班。18大后，胡春华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兵家必争之地。从赵紫阳、习仲勋到李长春、张德江、汪洋历任省委书记，几乎都是国家领导后备军。胡春华空降岭南，也被视为团派精心布局的一步大棋。虽然胡锦涛未能让爱将直接跻身最高层，但他和团派元老们显然希望胡春华在广东这一核心省份砥砺磨练，厚积薄发，为日后东山再起创造条件。同一时期，另一名新星孙政才则被安排空降重庆，接班薄熙来。18大时团派主动退让半步，但通过把胡春华安插到要津，隐忍蓄力以待10年后卷土重来。彼时的胡春华春风得意，表面看未来10年只要在广东干出一番名堂，他几乎铁定更上一层楼。在胡锦涛治下的黄金年代，共青团派势力也达到鼎盛。据统计，2002年胡锦涛接任总书记时，全国仅有5个省级党政一把手出身共青团，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飙升到21人。全国31个省级单位中有2/3由团派官员掌舵。不仅地方诸侯如此，在2012年中共18大产生的25人的中央政治局里，共青团出身的干部一度成为最大的单一群体。那个时候团派群星灿烂，李克强、汪洋在政治局，李元朝执掌中组部大权，大笔提拔自己人，胡春华、周强等一批精英占据要津。外界普遍预测，到2017年19大时，团派极可能在更高层面实现接班，比如李克强留任总理，汪洋入常，胡春华更上一层楼。可以说，当时共青团派看起来前途无量，气势如虹。然而，随着习近平18大接班，情况急转直下。除了频频的手腕高明，团派自己也不争气。2012年3月，令计划之子深夜驾驶法拉利跑车在北京撞车身亡就是开端。这起法拉利事故令计划拼命掩盖，仍然传得满城风雨，严重损害了胡锦涛和团派的声誉。令计划原本是胡锦涛的大秘，因为法拉利车祸事件贪腐问题暴露，最终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倒台令胡锦涛痛失左膀右臂，也让外界开始质疑团派内部的清廉形象。好，我们再说回胡春华。主政广东是胡春华接班征途中的关键一役。来到广东后，胡春华就开始频繁感受来自中央的考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14年初连续发生的对裸官和东莞色情业的整治。所谓裸官，指配偶子女均移居海外，官员本人仍在国内任职的干部。这类官员因家人和资产早已转移，被视为廉洁风险极高的群体。2014年年初，中纪委巡视组对广东专项巡视时点名批评当地裸官数量众多，要求限期整改。胡春华随即掀起一场拉网式排查，全省共甄别出多达2190名裸官。这个惊人数字一经披露，广东官场一片哗然。许多人原以为大家都把家人送出国外，法不责众，胡春华总不能一锅端。谁知道胡春华还真就较真了。接下来，胡春华亮出杀手锏，根据名单逐一清理，组织调整迅速展开，最终调整了866名裸官的任职岗位。这些被调整的官员，有的被责令提前退休，有的调离实权部门，统统远离要害岗位。广东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力度整治裸官的省份。一时间，866名裸官被调岗的消息占据各大媒体头条，舆论纷纷点赞胡春华敢啃硬骨头。同时，2014年2月，央视曝光东莞多家酒店桑拿涉黄，引发全国关注。胡春华当即连夜下令全省开展扫黄行动，他调集6525名警力，当夜对东莞所有娱乐场所进行地毯式突击清查，一夜之间让这座色都陷入冰封。当晚，中共中央和公安部派出由公安部治安局长带队的督导组南下督战。这次东莞大扫黄实际上是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幕后领军的一场行动。对于胡春华来说，也是一次来自最高层的高压考试。他以铁腕手段火速完成了任务。东莞扫黄第一轮突击持续到次日凌晨，警方对央视曝光的12家娱乐场所实施地毯式搜捕。东莞市公安局长当场被免职查办，太子酒店老板梁耀辉被抓，背后撑腰的东莞原市委书记，后来升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刘志庚的利益链条也随之曝光。这次行动彻底剿灭了东莞的色情业。胡春华在短时间内漂亮地完成了中央的考卷。在敏感领域，胡春华也曾做出些微尝试。
2013年初，在他的默许下，韶关市始兴县率先开展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试点，要求526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将个人家庭财产在政府内网公开，包括工资、奖金、房地产、投资、汽车等6大类。这种内部晒家底的做法虽规模不大，却罕见地为政府财政透明公开撕开了个小口子。然而，北京的最高权力格局此时已暗潮汹涌，习近平在中央大力修订游戏规则，牢牢收拢权力。2017年中共19大召开在即，舆论一度热炒胡春华入常。按党内过去的惯例，19大本应让第6代核心亮相常委，然而19大揭幕时，胡春华的仕途却未现新的高峰。新出炉的7人常委名单中没有胡春华的名字，相反，清一色都是习派心腹和资深官员，不见任何6代接班人选。这一反常布局昭示着习近平无意指定接班人。胡春华虽然未入常委，但54岁的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席位，并于次年201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扶贫等领域。从地方诸侯转入中央副职，胡春华的人生翻到了新篇章。这是团派在权力博弈中退而求其次的妥协安排。面对习近平不利处的强硬，团派元老们勉强保住了胡春华的政治局席位，并让他接替汪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聊作安慰。这种安排一方面照顾了李克强、汪洋等团派高层的体面，让胡春华不至于惨遭边缘化；另一方面也符合习近平的盘算，既然暂时无法连根拔除胡春华这个异己，那就让他留在副总理这样听话办事的角色上发挥余热，不至于在权力核心掀起浪花。19大后的这一人事布局是双方角力后的折中产物，团派保住了一枚体面却乏力的棋子，习近平则稳住了大局，绝对控盘。2018年3月，胡春华在13届全国人大上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进入李克强总理的内阁班子。作为最年轻的副总理，胡春华分管农业农村、扶贫开发、商务和外贸等领域。这些领域虽然关乎民生经济，却远离权力中枢。农业和扶贫是苦差事，出了成绩归于总书记英明领导，出了纰漏却要背锅。商务和外贸则碰上中美贸易战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可谓烫手山芋。总的来说，胡春华虽贵为副总理，但并未掌握金融、政法等实权部门，更像一名执行者。他在国务院常务会上鲜少高调发言，主要任务就是贯彻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指示。与另一位握有实权的副总理刘鹤相比，胡春华的存在感低调许多。经过平平的第一个5年，团派干部在党政高层的占比已从2012年的约 33% 骤降至2018年的约 13%。之前占据1/3高层席位的团派，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为了表忠，为了活命，胡春华在副总理任内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让人十分不适的行为。2022年7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盛赞习近平在3农工作上的历史性成就，通篇提及习近平逾50次，却一次未提自己的直接上司李克强。这般赤裸的颂圣姿态被视作胡春华向习表忠、押宝仕途的信号。同年8月，他又频频以副总理身份主持高规格会议，跨界过问外贸和就业等原本属于刘鹤、韩正分管的领域，这被解读为在为接任国务院总理做准备。然而，随着习近平集权日益巩固，胡春华的实际处境愈发微妙。李克强、汪洋等团派前辈在20大前夕退出舞台已成定局，胡春华的未来其实早已暗淡。尽管他勤勉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为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立下功劳，也在各种场合表明对习的绝对忠诚，但在最高领袖眼中，他终究不是自己人。胡春华头顶团派标签和胡锦涛爱将的烙印，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原罪。报告总书记，我们的经济又下降了，股市全盘大跌，房地产一蹶不振，咱私下买的那黄金也完蛋了。哎，就没啥往上涨的东西吗？有啊，失业率增加了，闹事的人也多了。快出去吧，再听会报告，我的中国梦就该没了。帮我把下面的电脑递我一下，就没一件正省心的事儿，看点娱乐节目高兴一下吧。兄弟姐妹们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习近平马上完蛋，要扶上席下了。2022年10月，举世瞩目的中共20大在北京召开，会前许多人对他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如果他能在20大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仕途或许还有转机。然而在10月23日亮相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里，并没有胡春华，更别说入常了。59岁的胡春华就此无缘中央最高权力核心，甚至未能连任政治局委员，
基本上离开了权力的舞台。与此同时，曾经显赫一时的团派重量级人物也集体退出历史舞台。67岁的李克强、汪洋在本可7上8下留任的情况下双双退位。习近平在20大对团派势力进行了近乎彻底的政治清洗。回顾过去10年，团派的衰落并非一日之寒，而是习近平步步经营的结果。早在2015年，习就在一场党群组织工作会议上公开痛批共青团从脖子以下瘫痪。他说，共青团中央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作风严重不接地气。这番疾言厉色拉开了共青团改革的大幕。第一刀，习近平砍向了共青团的钱袋子。2016年，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出台，紧接着大幅削减团中央预算，共青团中央的财政拨款从2012年的7亿元降至2021年的2.6亿元。第二刀，削共青团的人事权和地位。长期以来，共青团是中共干部提拔体系中的一条重要捷径，被戏称为政坛黄埔军校。然而习执政后，这条捷径被故意堵死。2016年起，中组部要求压缩各级团干部编制，精简机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的规格也被降低。18大前，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人往往能跻身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但19大后，团中央领导无一进入政治局，甚至连中央委员席位都被挡在门外。一个戏剧性的信号是2017年9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秦一智突然被调离北京，改任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等于明升暗降。果然，在1个月后的中共19大上，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一往届必入中央委员的职位，历史上第一次无缘中央委员名单，习近平硬生生将共青团干部升迁的快车道封死。第三刀，砍文化根据地。共青团系统过去有自己的黄埔军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为团系统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然而2017年共青团改革再出重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停招，相关院系并入普通高校，实际上被降格处理，这等于拔除了团派培养后备力量的学院。至此，无论经费、人事还是根据地，共青团都被大削一番，作为独立政治山头的实力被极大削弱。这一系列对团派釜底抽薪的举措铺平了最终清算的道路。来到2022年，20大的人事大局尘埃落定，李克强、汪洋2位常委双双退场，而胡春华更是出人意料的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捞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胡春华仕途戛然而止。这位曾被看好的未来总理乃至国家主席接班人，如今连党内前24名都排不进去。至此，曾显赫一时的团派算是土崩瓦解，迎来了团灭式的终局。整个派系在20大上几乎被一网打尽。在新的24人政治局中，没有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团派人物，哪怕是象征性代表都不复存在。曾几何时被认为能与习形成某种制衡的团派势力，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本着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原则，频频还是给胡春华保留了一个体面的职位。2023年全国两会后，胡春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别看是副国级，其实是知名的养老闲差，远离权力核心，由正职变闲职。胡春华完成了从天之骄子到体面边缘人的角色转换。20大落幕后，胡春华的仕途彻底 over， 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里已经完全看不到胡春华的身影。他在党内仅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头衔，而且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排名滑落至末位，曾经被视为天选之子的政治新星，就这样过早地迈入了政治暮年。胡春华此时才刚满60出头，正值政治壮年，却被迫提前退居二线。李克强、汪洋当年都是在这岁数担任总理、政协主席来指点江山，而胡春华现在已提前谢幕。虽说他当选当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在党内头衔上仅次于主席王沪宁，但这更像是一种安抚性的荣誉。政协的日常大权牢牢掌握在王沪宁等习派手中，胡春华即便名列党组也难有实权。现任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是7常委之一，是习近平最倚重的政治智囊和亲信，是习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总管。有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习家军人物坐镇政协，胡春华虽贵为副主席，也只能做陪衬。他在政协的工作主要限于参加一些例行会议，偶尔下基层走走访访，却插不上权力的话嘴。就这样，胡春华已经进入一种荣誉大于权力的政治养老状态。就在外界以为胡春华将在政协安度余生时，今年他的名字又不时现身官方新闻，这些露面被简中圈解读为团派卷土重来的标志，不免引发一阵复出联想。我们不妨一一梳理。首先是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2025年4月，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率团访问西非3国。作为20大后降格为政协副主席的他，这还是首次领衔出访。不过这些访问在国内媒体上报道的相当低调，
官媒多以简讯形式刊登，几乎不见评论渲染。这显示北京有意控制胡春华的曝光度，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政治联想。接下来是一场敏感的故地重游。今年8月，习近平带着中央代表团赴西藏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令人意外的是，随行名单中出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央视画面中，他在主席台就坐，引发舆论热议。一个没有实权的政协副主席，为何出现在如此高规格场合？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胡春华熟悉西藏情况，在西藏基层扎根10余年；另一方面，习近平有意以此展示党内和衷共济，安抚因团派遭清洗而失意的旧部。对胡春华来说，此次随行充其量是一场政治酬庸。最后一件引人注意的是所谓的葬礼外交。2025年5月，越南前国家主席陈德良逝世，中共派胡春华作为代表前往越南驻华使馆吊唁，不少人惊呼：“小胡这是要复出了。”其实原因无非是礼宾安排使然。一般而言，吊唁一位外国前国家元首，中方会由一名副国级领导前往驻华使馆致哀。这类礼宾活动常由政协的负责同志轮值承担，属于外交惯例。胡春华以政协副主席身份前去吊唁，正是履行这种礼节，并非他个人有何特殊之处。这些付出迹象更多只是胡春华以现有身份出席的常规活动，他的身份依然只是政协副主席，他所参与的活动皆在职责和礼节范围之内。出访非洲是政协的常规安排，出席西藏庆典是因其西藏背景，吊唁越南领导人属正常外交惯例。这并不意味着他重新掌握实权或重返习核心圈。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国内政治议程中依旧边缘化。20大以来，直到现在，他没有在任何实权部门任职，未曾在重大政策决策场合发声。他的露面虽偶有波澜，实则镜花水月，就像阳光下的泡沫，一戳就破。习近平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实际上重启了领导人任期不定甚至终身制的模式。邓小平以来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潜规则被习彻底废弃。当今党内根本不存在公开明确的储君安排，连接班人这个词都成了敏感词。20大上，习近平更是刻意不让任何第6代新人入场，就是要不给自己树立接班人。习掌舵的政治巨轮上，只会有他一人紧握方向盘。在这种格局下，胡春华就算再忠诚、再有能力，也不可能被重新纳入接班梯队。这一路，胡春华的政治崛起完全离不开团派的提携和庇护，而如今这个派系已被习近平连根拔起。支撑他上位的人脉网络荡然无存，他的主要靠山胡锦涛退居幕后，还得了帕金森。李克强突然辞世，汪洋赋闲在家，团派旧部要么改其意志投靠习家军，要么蛰伏隐忍自保。就连共青团中央这个组织本身，也在习的改革下被边缘化，政治斗争孤家寡人，根本玩不转。如今胡春华虽贵为副国级，但可调用的权力资源极为有限，他既无实权部门可掌，又无派系军团为后盾，翻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纵观20大后的新班底，习近平重用了大量与自己渊源深厚的嫡系，枝江新军、福建帮、清华帮占据了常委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席位，而胡春华与习既无私交，出身又带团派标签，天然不被信任。尽管胡春华曾在人民日报上肉麻吹捧习的丰功伟绩，对李克强只字不提，以示效忠，政治作业做得满分，但这些表态并未改变习对他的根本判断。习忌讳的就是前任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他对胡春华始终耿耿于怀。20大既已对胡春华赶尽杀绝，就不可能又回心转意把江山托付于他。还有年龄与时机都不站在他这边。胡春华出生于1963年，如今62岁。习近平的第3个总书记任期要到2027年才结束，而习修宪后完全可能续干第4届乃至更久，大概率习执政到2032年，那时胡春华将近69岁，早已过了中共接班人的理想年龄，更别说他如果能活到150岁。更现实的是，20大后，中共高层提拔了一批更年轻的70后干部进入权力序列，作为培养储备力量，在未来5到10年内，有望问鼎高层的必是习亲自提拔的新生代亲信，而不是被打入冷宫的老团派人物。胡春华错过了最后的机会窗口，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胡春华给人的一贯印象是老成持重、谨慎自守，从政数十年，他很少锋芒毕露，也缺乏个人崇拜色彩。这种性格曾是优点，让他少犯错误，但在需要破局的关头却显得软弱。20大失势以来，胡春华没有表现出任何抗争迹象，反而安分守己地扮演着政协副主席的角色，这表明他多半选择明哲保身，守住既得的一切，而不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他不是那种破釜沉舟的权斗猛人，更像一名逆来顺受的官僚。在中南海你死我活的权力厮杀中，这种性格注定难有回天之力。如今，习近平根本无意再培养什么接班人，胡春华也没有重新被重用的迹象。
那些关于他咸鱼翻身的臆测，大多只是网络时代的政治八卦或一厢情愿的幻想，缺乏真正依据。在目前这个最高权力向一人高度集中的体制内，没有哪片春华能够结出秋实。胡春华的故事如同盛夏里镜中的蜃景，看似绚烂，却终归虚幻。属于胡温时代的政治生态已经灰飞烟灭，只剩胡春华一人在暮色中遥望贡嘎雪山，回首来路漫漫，感慨我命不由我，也不由天。有人要买火柴吗？有人要买火柴吗？有人要买火柴吗？同志们好，今天是党的22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A blanket of frost, a silent room. Where do the 哇，好温暖！我好像看见了克强同志。 when the world turns cold and slow whispers in the snow. They 克强同志，我来找你了。 know, they know.